哦，我每天来這裡第一件事就是挑選上好的大腸，還有小肚、豬腦。動手就比較這些挑都比較乾淨嗎？方小麗每天所選的食物材料被老廣稱之為豬下水，也叫豬下貨、豬雜、豬雜碎。豬內臟在不同的飲食文化中口碑褒貶不一。在潮汕人的味覺記憶裡，豬下水就是讓人觀其狀、聞其香、滿口生津的特色街頭美食。方小麗就是靠着為豬下水代言的絕活，在弘揚這個潮汕美食發源地站穩了腳跟。明天你要留這些好的給我哈。我們家的招牌呢，就是豬腸燉糯米，還有豬腦小肚湯。這些啊已經都有倒轉好白啦。哦。到倒風間都有營撈個回還沒煮。這配料好唄。夫妻檔的小食店向來都沒有明確的分工，但一切都能有序進行。方小麗從菜市場採購回來，丈夫方德賢默契地接過豬大腸，開始了重頭戲——清洗。然後用力搓洗，就是去掉它那個豬腸外面那個粘液。好豬大腸這一口的人都知道，加醋搓洗能迅速分解大腸外衣的黏膜，但論如何去掉腸內異味，就可是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了。在方德賢的菜譜裡，則是靠人手一絲一絲地剝去腸內油脂，才達到去除異味的效果。把30斤的大腸清洗乾淨，需要3個小時。就是那個大腸第一要乾淨嘛，要白，然後讓大腸衣要薄一點，不要很厚，太厚了，等一下那種很容易裂掉。有人饞小食檔的出品，但始終過不了衛生這一關，而忍住了口。為了打消食客們的顧慮，每丈夫洗乾淨大腸，方小麗還要習慣性的一一檢查，並將豬腸一端的口用紗線綁緊，作為腸衣備用。我們大腸呢要挑選的是，大腸頭下面這一段直腸，一段呢大概15到20公分左右，一副大腸呢大概可以做20來條吧。外衣修補好後，就要開始準備內餡兒。糯米需要提前1天浸泡，五花肉和香菇切粒。將香菇、花肉粒、蝦米、花生倒入浸泡好的糯米當中，這個時候雙手就是最好的機器。第3步是脹，脹在潮汕方言中有往某物中裝滿另一物的意思，它比裝、塞、放更吻合豬腸糯米兩者的完美搭配。大腸不能炸得太滿嘛，糯米不能炸得太滿，大概就是7、8成左右吧。然後加這個水的話，然後煮熟了，這個糯米呢就會膨脹，太滿了它就會破。下水之前呢，要把裡面的配料這些搞均勻了，這腸子下了之後煮熟起來才不會煮爛了是。與星級廚房裡的各盡其職不同，小食店的運作幾乎可以用一腳踢來形容。豬腸脹糯米下鍋後，方小麗開始烹煮醬料。傳統的豬腸脹糯米需要蘸甜醬，而甜醬的製作可謂是各家各法。方小麗的家傳秘訣就是紅糖加白砂糖，慢火細熬。除了招牌豬腸脹糯米，方小麗靈巧的雙手還做出了豬小肚包豬腦、蚝烙等潮汕特色小吃。上午11點，方德賢和方小麗準時打開夫妻小食店的門。小肚跟這胡椒呢，吃了對味很好的，腸胃的人經常吃對味就是特別好。đó, 好，到你家。
然後就嗰種比較對比。嚇，都執檢查。都執檢查。好好，買個點。係，好好好，走。豬腸脹糯米、豬肚煲豬腦湯、蠔烙，看似簡單的兩菜一湯，既不省事又不省力。方小麗和丈夫需要各司其職，合作無間，才能讓小店客似雲來。一定要蘸這個甜醬吃，才好吃。有人愛一口咬下去豬腸脹糯米的滿足感，有人愛豬小肚包豬腦裡胡椒的辛辣感，還有人愛蠔烙的鮮美酥香、脆而不軟。號稱最懂吃的潮汕人，在繪製其美食版圖時，向來重味道、輕環境。但即使是這樣，潮汕仍有着“小食天堂”、“瘦子進去，胖子出來”的美譽。功勞裡面自然少不了眾多像方小麗這樣的美食締造者。我不求大富大貴啦，就想說能在維持生計的情況下，把這個傳統美食傳承下去吧。街頭覓食，要麼新奇，要麼懷舊。簇新的美食層出不窮，辣到跺腳，酸到呲牙，甜到心花怒放。但最讓人產生共鳴的，可能是過去的味道。80、90後街頭美食應該係啲路邊攤啦，然之後同啲同學仔一齊食，可以一齊分享啦。當我哋大個咗之後咧，會發現以前中意食嘅嘢，依家好難揾得翻㗎啦。無論是哪一代人，在課室裡耗盡了腦容量後，最想飛奔的地方，肯定是校門口的美食攤。隨着年代的發展，校門口的 C 位小吃也在不斷的變化。對於我哋80後嚟講咧，我認為校門口最經典嘅美食係缽仔糕。我同我太太咧，亦因為缽仔糕呢個嘢嘅人生軌跡發生咗變化。缽仔糕指的是在缽仔上蒸的米糕，這種口感軟糯的小糕點，自改革開放後，就佔據了好幾代老廣的童年記憶，更是入侵了廣東無數街頭巷尾，成為被追捧的街頭美食。缽仔糕誕生於食物匱乏年代的廣東台山，是當地農婦為了給勞作的男士填肚子而創。那時候，吃得飽是缽仔糕最重要的功能。這種用於填肚子的米糕，在台山也被稱為碗頭糍。把浸泡的粘米磨成米漿，按一定比例加入白砂糖或黃糖熬製的糖水，攪拌均勻後，將米漿斟入蒸籠裡的小瓦缽，然後隔水蒸熟。這種傳統的白糕和黃糕，幾十年來曾經風靡粵港澳熱鬧的街頭。喺90年代嘅時候咧，缽仔糕好常見嘅，通街都買得到。但係2000年之後咧，唔係隨便買得到，想食都買唔到。因為見少買少，5年前林毅和妻子在想吃缽仔糕卻買不到的那一瞬間，萌生了自己做的想法。一對80後夫婦對缽仔糕製作一竅不通，他們是如何成功復原這種街頭情懷美食的呢？今日星期6喎，係喎。椰汁紅豆要做多啲啊。OK 啦，咁今日做到晏咧。開波啦！好。每天早上6點，林毅和妻子必須雷打不動地開啟一天的勞作。中午12點前，我哋要完成18個口味1000個缽仔糕嘅製作。5小時準備18種口味的粉漿，對如今的於慧儀可謂是得心應手。但5年前沒經驗、沒配方、沒師傅，一切都沒有於慧儀想象中那麼的順理成章。廚
傳統缽仔糕嘅主要材料咧有嗰個粘米粉、薯粉、馬蹄粉、澄麵同埋藕粉。單係粉嘅搭配，我哋就試咗過千次。粉漿的搭配、輔料的甄選、時間的控制，於慧儀每天都在加加減減中摸索。在3個月的時間裡，她手起手落了數千次。試下個味，睇下個甜度啱唔啱？睇用邊隻粉？單係牛奶啊、椰漿啦呢啲輔料，我哋都試咗好多種，蒸出嚟嘅糕試食嘅都抌咗成2000隻都有啦。缽仔糕的製作本不是難事，難的是於慧儀想找回小時候奶奶手做缽仔糕的味道。終於在2017年春節後，於慧儀感覺自己可以出山了。就係呢個口感，彈牙，唔錯，就係阿嫲嘅味道。正。除了打情懷牌，還能否給傳統美食加入新鮮餡料呢？於慧儀又開始挑戰起自己。好似芝士啊、椰汁啊、奶茶同埋榴蓮呢啲年輕人中意嘅食材，點樣融入去傳統嘅粉漿入邊？芝士佢因為佢高溫先比較容易溶解啊嘛，即係用溫度計測量埋個溫度範圍，佢係最容易融合嘅。奶茶嘅話就要首先煮啲奶茶水出嚟啦，我溶咗啲糖之後再溝落去啲粉漿嗰度，然後再加奶。於慧儀不斷地在消耗時間和浪費食材的基礎上，換來了18種傳統口感、新式口味的缽仔糕。而家最受歡迎嘅係芝士、椰汁、奶茶缽仔糕，日日都可以賣出300-400隻啦。用數次失敗才換來的新口味，於慧儀夫婦倆說什麼也要保住新式缽仔糕的新鮮，因為只有把這口新鮮咬在嘴裡，才能吸引更多的新一代食客，缽仔糕的生命才得以長長久久。為咗等大家食到現場精製嘅缽仔糕，我哋解決咗缽仔糕漿嘅儲存同埋運輸問題。每日我哋將缽仔糕漿送到去鋪頭，可以令客人食到傳統又新鮮嘅缽仔糕。從研發到線上售賣，再到粉絲眾籌開店，林毅、於慧儀夫婦放棄了原有的工作，通過勤勞的雙手，把稱為廣東街頭任性果凍的傳統缽仔糕恢復了往日光環。所以我做呢件事嘅目標咧，當大家抽起條筋想食缽仔糕嘅時候咧，佢可以買到缽仔糕食，係買到好食嘅缽仔糕食。我希望咧，我哋兩公婆可以齊心咁樣行好情懷美食呢條路。在老廣的食譜裡，大米擔起飽肚子的主食角色的同時，也構成了千變萬化的街頭美食。它有無數分身，不僅在正餐上出現，也能以各種米製品的形式大放異彩。食在廣東，味在汕頭。提起汕頭，感覺就是3個字：吃吃吃。林希生在汕頭的一家網紅餐廳工作，已經10幾年了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都是做着同樣的事情。蒸嘢糕啊！招牌菜就係龍宮之手。咁滷水食唔食啊？食啊。生活不能一成不變，希生覺得學一門手藝，老來防身，總是穩妥些。最近動起了轉崗做廚師的想法。每次忙完手頭的事，他就會守在廚房偷師。鄭彥斌當廚師18年了，專攻潮汕菜。希生這就打上鄭彥斌的主意了。希生和鄭師傅學習了6個月後，鄭師傅要考核3道菜。
西生有點緊張。從汕頭東海岸公園出去10幾海里，這片海域就有蝦蟹出沒。漁家謝月河是西生的老朋友了。這次西生要新鮮的紅蟹和沙鱸蝦，特意拜託謝月河出一趟海。因為這裡是陸地的淡水出海口，鹹淡水交匯處，黃金7度水中所產的海鮮最是鮮美。來，踩腳。打撈當日最新鮮的沙鱸蝦和紅蟹，是通關的基礎。海鮮新不新鮮，螃蟹有沒有打烊，都逃不過汕頭人那一張張刁鑽的嘴。林西生今天起了個早，去選購食材。沒有，就是要好貨的時候，就是自己要去採。喂，開呀，我開吧。我謝啊。這沙鱸蝦呢，像這麼大的很少的，100多1斤。夠硬了，夠多隻。繡斑鱘，俗稱紅花蟹，體側沒有長長的鰭，殼上紋路像極了繡斑。2隻格外威武的大鉗子，一副隨時準備迎戰的樣子。紅花蟹為梭子蟹中的上品，肉質口感非常出眾。由於難以保鮮和長途運輸，價格不菲。沙鱸蝦是汕頭人的叫法，長得跟沙蝦很像。汕頭人認為沙鱸蝦是純野生，蝦肉的鮮美度和緊緻度更高。吃不吃得出來，就看你自己功夫到沒到家了。鄭師傅考核西生的3道菜：凍紅蟹、沙律金絲蝦、蒜蓉蝦。紅蟹放入冰水20分鐘，凍死。活的下去煮了，它久呢，這就會斷掉。開鍋燒水，放入蔥、薑片、鹽、白糖。水沸騰後，改中火放入紅蟹，煮20分鐘後撈出，再裝入冰盆。冰水覆蓋蟹身1小時，一道凍紅蟹就做好了。白肉如羊脂玉般晶瑩潔白，令人不忍入口。沙律金絲蝦的做法比較複雜，油溫100度後放入土豆絲煎炸，在香炸粉中打入雞蛋，加水攪拌成黏糊狀。沙鱸蝦去殼後開邊，裹上這一層漿，放入低溫油鍋煎炸。沙拉、煉奶、牛奶一起攪拌，裹在剛炸好的沙鱸蝦上，表面再覆蓋炸好的土豆絲。這道沙律金絲蝦就做好了。沙鱸蝦開邊，放上蒜蓉，入鍋蒸3分鐘即可。撒上蔥花，淋上熱油，開邊蒜蓉沙鱸蝦就成了。終於要面臨主考官們挑剔的品菜關了。蟹肉的鮮來自於豐富的氨基酸。氨基酸在攝氏16度至120度之間時，
都能產生鮮味兒。溫度越低，分子結構越穩定，吃起來就越鮮。冰鎮讓蟹肉降溫，硬是把一個鮮字發揮到淋漓盡致。沙律金絲蝦，一口下去，外層酥脆，內裡軟彈，在舌尖上潮漲潮落，形成豐富的味道層次。半年的努力沒有白費，犧牲這一次的考核順利通過。犧牲說，他最大的願望是能擁有一家自己的餐廳，自己為自己掌勺。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，愛拼的人運氣大都不差。山珍海味早已從過去帝王貴胄的筵席走進了尋常百姓家。蝦兵蟹將的盛宴從來都不缺好食者。行走在蝦蟹江湖，感驗的不僅僅是自然的饋贈，更是人們用巧思和經驗創造的鮮美之道。